回到现场，比赛马上开始。如果今年的 AG 继续捍卫自己的胜利，他们的 BO7大场连胜将来到24场。但是今天也充满了压力。大家听到了评论区对阵容的分析，基本上一致，就是空无二跟盾山可能有些分歧，但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可能是打野位上。就暖阳今天的话，他会不会用这个大司命？我觉得他的原坦今天发挥的特别好，会更喜欢原坦一点。看一下，是的，对抗路曹操对曹操没问题，主要是打野位。就大司命这个点，今天暖阳还没有使用过。是的，而且原坦今天暖阳的发挥特别好，也是他更擅长的。原坦打大司命，原坦打大司命，跟我们想的一样。是的，中路应该不会有太大任何的问题，应该是神梦溪对神梦溪。然后看一下会不会是公孙离戈亚跟盾山空空尔。对，神梦溪。然后看微博，我感觉小麦拿戈亚的概率会大一点。是的。然后一诺这里应该就是一诺千山。对，公孙离。发育路，来，艾琳对戈亚，这完全出乎了我们的预料。那微博游走应该是盾山，然后大帅应该是空空尔。是的，跟我们的猜测反过来了。要揭晓了，盾山打空空尔。在今天这一场巅峰对决中，一诺选择了戈亚，小麦选择了艾琳。其实一诺的戈亚也是他一个最新的皮肤，其实他在整个人总的期间的戈亚表现非常之好。是的。而小麦今天的艾琳，其实那局比赛里他的发挥也非常的亮眼。这也就是为什么教练会在巅峰对决选出可能整场 BO7选手们发挥最好的英雄。对，其实这把，因为暖阳今天我为什么猜到，首先暖师傅他是一个更喜欢用原坦的一选手，第二是他今天其实没用过大司命，而今天他的野核使用次数是非常之多的。但是在中艺这里，大司命是他最有自信的英雄，而且中艺的大司命基本上都是在巅峰对决的时候出红刀加暗影战斧那套。然后这个艾琳其实倒是真没想到，但其实配合子墨的曹操拿盾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就可以在团战的后期进行一个灵活的切换。对的，到底是跟曹操还是跟艾琳？但不管怎么样，阵容已经确定完毕了。今天这也是一场鏖战，现在时间其实也相对比较晚了。两支队伍谁能够在胜者组继续前行，谁又要到败者组去完成一穿四的壮举，才能有机会进入决赛。让我们拭目以待，进入双方的第7局巅峰对决。接下来，希望现场的小伙伴把最大的支持声送给场上的选手。是焦城吃了中艺的一组山豪，那这里血量会不会掉流多啊？直接被带走了，这个有点草率了吧？哇，这样其实，在巅峰对决中，打野在前面阵亡是很致命的。他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去把这个山豪吃掉，但中艺当时也是有2级的，直接追着吸了一路。而且沈梦溪2级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对。主要原坦这个英雄他是没有腿的，那个位置他要走回来，他要被从山豪的位置活活吸到1塔下面，这样只能让队友帮提速了。死了一次的刷野速度是非常慢的，烧鸡被一击反到，牵一发而动全身啊！本来其实想做一个开局的布置的，但是被一击给反应到了。主要这波有点怎么说呢？如果你有中线权的线优或者人多，其实也还好。但神梦溪打神梦溪就是看操作，这波就等于是进去。暖阳自己心里应该有数，他等于是他拿这个山豪，他一定能拿到。对，但是他一定会被吸，不太好走。对，特别是沈梦溪一直丢一柔，而且能控那一下，伤害太足了。好在野区没被反。对，是大帅的地，这已经是万幸了。反倒是现在暖阳的经济还高一些，马上5级。这把也得看一下中艺的出装啊。
是不是那一套红刀加暗影战斧的出装？这现在应该就能看出来了。是的，这个血条是比较少的，应该是红刀。红刀应该直接3级打野刀，对，然后出个血字，再补暗影战斧。但今天我们也看到暖阳那把远坦的发挥，他留存的特别好，他喜欢先叠个1之后卡3个大，就是存留进去打。对，而远坦在他手上只是一个坦克身板，玩的像刺客刺客霸。对，今天确实也是暖阳除了远坦以外，玩的全是野核。应该是今天6局比赛1局远坦，然后接下来的，全部都是野核英雄。对。但看一下神魔系的经济，长生是领先了听月300的，这样的话他的梦魇能够更快的做出来。这个经济转移到了子墨的身上，在对抗路上也差出这几。是的，但如果那波龙团神魔系有梦魇的话，会效果不一样。对的。开大招，死战不退，两边都在靠，但是旁边人也有不少。这波闪杯是没背到，闪现躲掉了。感觉微博的状态有点紧，稍微松弛一点。在3比的时候被连追了2把，但是这就是问题，这个赛场没人给你讲那么多，就 AG 他一定不会进场，他状态肯定他的心率会提高。对，但是他打的这种比赛太多了。是的，这是 AG 一直以来强的地方，他心态太稳。同意抵抗鞋，这样的话是要打龙团的。先挤位置，把视野站住。看这个样子 ，AG 是不拼了。放了，想换龙，因为第一时间河道视野被魏博给站住了，怕被盾山开。我是给了点压力，但这个就拦不住。这龙肯定是能换的。是的，放个主宰。这一波魏博是没有突然打完龙之后爆一波4-1去找一诺，冷静了一下。对，因为神魔系第一时间是不在的。是的，而且家里野区其实已经搁置了比较久，但还得小心。就微博突然在野区刷完的时候，突然爆一波4-1，应该已经适应了这个节奏。是的，应该会让大帅去多站一下河道视野，没错，防止一下这种情况出现。中义也在靠。第一时间空华的晕眩是没电到，一套连做带砸吃不住了，一套寂寞直接带走，反而是 AG 打了个猝不及防的节奏出来，突然是爆了一波3人，但卡住了盾山闪现的真空期。对，这种发育节奏前面都是微博在打。对，在第7局巅峰对决里面 ，AG 率先打出了第一波，卡住了盾山时间的 CD 差，然后当时艾琳不在旁边，没办法用一技能去合体，直接脱节了。又来，一流可会江河。这波线应该能被微博清掉。势头有点不对，侧面草丛里被蹲了，合体给个盾，能接走。就前面6局的 AG 都不是这个节奏，突然一波这把开始变奏了。谁是顽主？一时间让微博有点应接不暇。但这波 AG 的红需要刷新了，这个下一塔可能要放掉。哦，还是要过来守。但这样的中一塔会被给压力。哦，1下2下连肘砸再砸，数值很够，但是靠1人之力想要把这个大司命斩掉似乎有点困难，而自己血量掉的稍微有点多，如果接不走的话，自己可能有点被他反手再肘2下，强行带走。盾山给个盾，闪现往前，是的，再轰。这个远坦在暖阳的手里，那就不是远坦，那是远刺。但是反手的话，闪现调整位置，再跟2下换掉了长生的闪。盾山再给一个技能救下，哇，这是向死而生啊！但凡刚刚暖阳退一步，他就是要被大司命斩掉。他只有一种活下来的办法，就是把大司命打掉，不停的走。这一波打完，下一塔能够被微博给拆掉。大心脏。而真的就是还关键时刻说真的，就今天的暖阳有高光、有失误、有遗憾都有啊，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放弃进攻。这个队伍里心脏最大的还是他，他刚才那一下直接一个人就朝大司命砸上去了。前面也是知道 AG 突然在这一局里面开始变奏，其实他就不能落下。其实他的很多波操作的时候，真的会游走在所谓的高光跟
掉点的边缘，就那个点其实很难把控，一对打出来就是高光，很如果没微妙打出来你就死了。但这就是他的风格。好，落地两个曹操开砍，，两个人的装备选择是不一样的啊。渲染先做的是苍穹，子墨的苍穹才做出来，是的，那子墨那边他前面的话，经济是领我先的。本来以为，你看，他是先应该是按一战先按一战斧再苍穹。现在看他的装备的选择，顺序不一样。好在在这段时间，渲染是把经济追回来了，差不多就落后个100。是给予但这把的子墨不一样，他可以有坐骑。哎呀，这波线是微博先过的，要不要考虑进下蓝？而且是看到了渲染状态不太好的，提前进去给防御塔压力了，要进蓝了。这波一诺是拿完红过来的，蓝区的视野可能要碰一波了。先踩住，这波好像是必须得打。先看一下蓝区的位置呢，这里应该是把蓝惩了下来吧？应该是被中义保下来了看不清楚，是惩回去了吗？啊，中义拿到的，这蓝消失了。中意的，蓝 buff 刚刚是自家的，就是尝试性的反了一波。对。 8分20秒，看起来龙还是要换。好在这波 AG 协防的够快，这样 AG 还是要把战场放在10分钟。但这波其实微博的野区其实已经搁置了很久的时间。对 AG 换完龙立马转上一，这波蓝区得守啊。红给艾琳直接拿，拿完之后要反包过来蓝区的位置，把野区守住。侧面满阳视野给到，一下接连2下找中义的位置，盾山过来补了一手控制，满甲看起来再往前顶，配合盾山的伤害够不够？硬要打中义伤害差一点，就是打不到一边找渲染，上来再往前走，艾琳跟上，反而是打到了侧面上拆过了渲染。九星的第2个2技能是控到了渲染背了回来，是的，而且暖阳的那个草丛位置蹲伏，他知道如果他不站视野的话，视野肯定是要被 AG 给占住的。他做了一个包围和反包，他对反而站在了 AG 要撤退的那个位置上。等待微博这边清完线之后过来，盾山这边直接闪现过来，大招给拆火，然后暖阳这边直接连续的控制。这波但凡少一步 ，AG 都不会死。反红被小麦拿到，位置卡死，这波正好能把上2拆掉，然后把线给断掉。哦，移位置了，有点扛不住。但还是那个问题，如果空口儿第一波没看好的话，毕竟微博是多一个盾山的，这个盾草进场可比单草操但是来了，威胁要大。 10分钟的关键节点，这可能是今天这场比赛最重要的一次10分钟。两边的经济几乎持平，就看是的这一波。这一波也许不会像上一波一样直接结束比赛，但是一旦拿到优势的一方，可能就或者说逆风的一方吧，很难扳回来。是的，小麦也换出了抵抗鞋，位置在卡，渲染要先去处理一下远端线，没去，掉头又折了回来。还得继续拉扯一下。红 buff 再给小麦，这波中线是 AG 先过的，盾山合体，消耗的距离不是很够。但是发一路的线由子墨先送了过去。这样一旦曹操在下路露视野的话，正面微博要送龙。打法有点像 AG 以前很喜欢的那种对发育路送线、中路过线的那种打法，但是龙的位置已经往艾上下琳大招给血线了了龙。 3万看怎么说。另一边2个曹操先碰面，盾山接人，接着小麦往后走，直接奔着渲染去，正面不管了，在中间暖阳又是一个人压进去，强打一诺。另一边再跟小麦打大帅，再接一个冰闸往前走，这波几乎要打这个团灭，零换4，太猛了！本来是一波假开龙，突然转火曹操，正面被激活的时候再回来打正面。这个时间，微博现在的麦里的语音沟通一定是在计算时间。高地是肯定能拆的，看能不能一波。不，这个动作不像是只想要一座高地的样子。感觉有机会。是的，曹操能断线吗？但是一诺的话，最快复活还有5秒钟。这边是断线的话，必须要调人。渲染这边是信着全队的希望。一诺这边复活了，3个人往里压。前面微博想要送 A 进去半场中，一诺闪现往前走，还要把往里干一手。但微博不管，我们恭喜北京微博终结了成都 AG 超玩会 BO7 23场连胜。他们经历了1年的比赛，在第7次的碰撞，终于战胜了这支屹立在联盟之巅的队伍，甚至让人有些不敢相信，也有些梦幻。他们在春天的时候尚是一支新军，但是他们在今天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这次壮举，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
北京微博。接下来他们将要带着胜者组的身份继续向前行，带着执念追光而行，锋芒是进阶的勋章。恭喜北京微博晋级2025年王者荣耀挑战者杯胜者组半决赛。今天的微博跟今天的暖阳，真正表示着什么叫做进攻，只有一往无前才能真正挑战。好，我们再次恭喜北京微博。